眼前挺着大肚子快要生的女人真是太牛批了。她被酒鬼前夫趕出家門後流落深山，為了腹中的孩子獨自在大山建造房子艱難生活。這天阿平站在新開闢的荒地上，點燃了堆積已久的枯草。他將來想要在這片土地上種上各種水果蔬菜。不一會兒，熊熊的火勢很快蔓延開來。不過大家放心，這裡不是森林深處，這些燒成灰燼的枯草也是大自然很朴素的肥料，能讓這片土地重新煥發新的生機。沒過多久，這些雜草就化作了一地灰燼。阿平沒有猶豫，揮起鋤頭，一下一下地捶打着堅硬的泥土。這時天氣已經很熱，陽光將阿平的臉曬得通紅，汗水也不斷流下，打濕了他的頭髮，也濕透了那件穿了很久的舊外衣。阿平乾脆脫下外套，繼續投入到艱苦的勞作中。他此時也顧不上休息，他心裡明白，只有趕緊開墾出這片地，才可能讓這片土地早日生根發芽。而阿平現在正幹的活是最耗力气的，就算是身強體壯的男子也未必能吃得消，更何況她還是一个身懷6甲的女人。不過好在經過一上午的努力，阿平終於將整塊地翻整完畢，然後簡單的用山泉水洗了洗手腳。本以為阿平會坐在屋裡休息一會兒，可他此刻卻沒有休息，反而背起籮筐，拿起柴刀，又匆匆踏上了山路。因為他知道還得去山上找些山貨拿去集市換錢，這樣才能攢夠買菜苗的費用，才能早日把菜苗種到自己菜園。他一刻也不能耽誤。經過長時間的行走，阿平來到了山坡上的一片木薯地。這裡的木薯長得又大又好，阿平這時候收割肯定能賣個好價錢。他揮舞着砍刀向着木薯杆砍去，在清理了木薯的枝幹之後，阿平蹲下身子，雙手緊緊握住木薯根部，然後用盡全身力氣往上拔。泥土飛濺之間，木薯帶着土地的芳香破土而出，這就是阿平收穫木薯的過程。清理木薯的枝幹部和附近的雜草之後，也不用鏟子，只要力气夠大就能拔出木薯。阿平懷孕的身體早已疲憊不堪，但她依然咬着牙堅持工作着，一次又一次重複着拔木薯的動作。不大一會兒，阿平都收穫了不少木薯了，可這些木薯離拿去賣還差很多，遠遠還沒有達到阿平心中的目標。雖然被酒鬼丈夫無情地掃地出門，但阿平從來都沒有向命運低過頭，從未想過放棄腹中即將降臨的小生命。悲傷沒有把阿平擊垮，反而化作了阿平的動力。此刻的阿平咬緊牙關，揮舞着砍刀。經過阿平長時間的努力，阿平看了看此時的木薯已經不少了，接下來就是處理這些木薯的時候了。把這些木薯全部去除根部沒用的部分，留下一條一條可以食用的木薯，這也更好讓阿平拿去市場上售賣。時間慢慢流逝，一籮筐沉甸甸的木薯給裝滿了。阿平小心地調整了一下姿勢，然後慢慢蹲下，雙手腰部一起用力，費了好大勁才將籮筐背起。木薯很重，壓在阿平身上，讓他很不舒服，真是為他感到擔心，會傷了他懷中的孩子。但阿平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生活，獨自扛着沉重的負擔，在崎嶇的山路上艱難前行。他那孤單又堅毅的身影在陽光下格外令人心疼。希望阿平的木薯今天能賣個好價錢，早日完成建造花園的夢想。